关于 OPPO Find X9 Ultra， 上期视频给大家聊了影像硬件方面的亮点，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的看看其他硬件结构上的变化，就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大地胎原配色的顶配版。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为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加热后划开粘胶，打开后盖。大地胎原配色的后盖材质为 PC 加贴皮，带口装饰板和镜头镜片采用一体化的设计，那都是玻璃材质啊。装饰板外圈使用铝合金打造，后盖内侧右上角的闪光灯透镜用两种不同规格的菲涅尔透镜组合而成。透镜外侧添加和机身同色的金属圈，保护突出的透镜。顶部扬声器的散热膜贴在后盖内侧的对应位置上，加强散热能力。带口位置添加黑色塑料内衬保护，内衬使用粘胶加3颗螺丝的方式固定。防尘壁泡棉分布在5颗后摄以及后置麦克风收声孔四周。收声孔内添置白色防水透气膜，收声孔通向 Deco 金属保护圈5点钟方向的这个小洞小洞还特意做成了类似相机镜头卡口，安装对位标记的样式，兼具功能实用和设计美学。那受限于机身厚度电池对应区域没有覆盖缓冲泡棉，而是通过机身一侧的无线充电线圈和散热膜来实现基础防护的。第三步，拆卸主板，传统3段式结构，除4周常规粘胶外，还在主板区域、镜头之间以及副板位置添加有多处额外点胶加固，提高整机的密闭性和结构强度。NFC 线圈穿梭于各个后摄之间，位置合理，方便使用。那中间2颗尺寸较大的后摄分别是3倍潜望和主摄，而焦段更长的10倍潜望则被放在了机身顶部。那主摄下方这颗是第2代的单匣镜头，和色彩是强相关的。那此外，最底下这颗超广角这次也有升级。那散热膜分布在2颗潜望模组以及电池和无线充电线圈之间，散热膜基本将电池完全覆盖，同时向下延伸到副板和底部扬声器的位置。中间是支持50瓦功率的无线充电线圈，同时具备反向充电功能。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超广角旁边的金属盖板，挑开接口，取出主板盖板，盖板材质为金属加塑料。正面除去 NFC 线圈外，还沾有闪光灯排线和外围的器件排线。闪光灯排线上集成有2颗闪光灯灯珠，分为140勒克斯和120勒克斯2种照度配合后盖上2种不同规格的菲涅尔透镜，实现无论启用哪枚镜头都能针对性的去补光。外围器件排线上集成有用于万能遥控功能的后置红外发射器，13通道的后置多光谱传感器、激光对焦传感器、后置麦克风，以及通过 BTB 连接的第2代单匣色彩还原镜头。那镜头接口使用塑料盖板加固，防止松动。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镜头。那这颗第2代的单匣镜头相比上代新增了对 DCG HDR 的支持，并且在几乎所有参数上都有升级。制程工艺从90纳米提升到了40纳米，实际能效比是有显著提升的，并且这一次的光谱功能在拍视频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来到盖板内侧，顶部扬声器集成在盖板左上角。顶扬采用 AAC 瑞声科技全枪设计的 1510X 规格，内部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综合性能要比上代常规封装未填充 N-Base 粉的1012是要强不少的。仔细观察可以看到，镜头4周和 SOC 对应位置设计有大量的加强筋结构，来增强对应区域的抗冲击性能。顶部扬声器所有 BTB 接口、顶部麦克风以及超广角对应位置贴有起压紧填充作用的缓冲泡棉，保证部件之间的结构稳定。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使整片散热膜的面积来到5500平方毫米，相比上代大了600多主体部分对比上代，主副板和电池的占比基本没有变化。细节上2个潜望模组上覆盖散热膜，使其更加高效地带走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多个接口上贴有改善电磁兼容性的铜箔。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主摄和3倍潜望配备独立的金属防滚架，模组背面、前摄、主摄以及2个潜望上覆盖改善电磁兼容性的铜箔，前摄的铜箔上还有一小片散热膜，加强散热能力。超广角因为堆叠在主板上，所以背面覆盖了黑色绝缘隔热贴纸。3倍潜望长焦采用传统的一次反射方案，传感器竖立在模组一侧，旁边这个10倍超长焦潜望，上期视频有聊过它的内部结构设计采用倒置 CMOS 配合外侧的金属外壳加散热膜，给这颗10倍潜望带来了更高的散热效率。具体结构细节，有兴趣的可以去回顾一下之前的视频。那所有摄像头的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表格。卸下一颗螺丝，取出主板。
主板采用多层叠板设计，下层板呢使用0.6毫米板材，主板最后的位置如果算上连接层，有多达5层 PCB 堆叠。至于为什么要叠那么多层啊，来看主板中间的镂空区域就能得到答案。如果没有记错啊，这应该是我们拆过的所有手机中主板镂空面积最大的了。要知道上代 X8 Ultra 的镂空已经挺夸张了，这次 X9 Ultra 更夸张，中间的镂空区域就像是在宣示这个影像旗舰的主权一样。3颗主力后摄全部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触屏幕、VC 以及中框。超广角和单匣镜头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只能架在主板上和核心3大件背靠背放置。不过好在单匣是固定在主板盖板上的，和核心之间呢还是有挺远一段距离的。超广角背面也有黑色绝缘隔热贴纸以及主板屏蔽罩的阻断，所以核心3大件发出的热量很难再影响到它俩的正常工作了。防护措施上，2个电流接口有蓝色胶圈保护，绝大部分小元件都有做封胶处理。主板左上角集成顶部麦克风，叠板区域的注胶孔外就能看到溢出的淡绿色导热材料。那看来内部灌胶是没跑了。主板反面的屏蔽罩上呢有铜箔的覆盖，主要发热芯片位置呢涂有导热材料，薄弱位置使用金属片加屏蔽罩的方式来加固。取下可拆卸的屏蔽罩，清掉导热材料，吹开罩框。分层后就能看到夹层中的导热材料主要填充在 SOC 背面。不过这个淡绿色的导热材料它并不是传统的导热凝胶，而是这次首发的相变储热灌封胶，能有效延缓瞬时温升速度，保证 SOC 性能的稳定输出。那我手上这台 1TB 版本的 RAM 和 ROM 都来自三星，规格呢升级到了10667的 LPDDR5X 加 UFS 4.1，RAM 下方是高通的旗舰 SOC 第5代骁龙8至尊版，旁边这个是冰川电池的聚能芯片，保证低电量状态下依然不降频不掉帧，确保性能持续稳定输出。上层板上呢还有 OPPO 全自研的山海通信增强芯片，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取出前置传感器小板，采用便于维修的独立模块化设计，上方集成有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以及3颗激光发射器，整机一共配备前后2颗环境光，那属于旗舰机的标准配置啊。中框主板区域前摄使用黑色不干胶胶圈密封，顶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红色胶圈加白色防水透气膜。主板区域的镂空设计非常多，分别是2个潜望模组、WiFi 蓝牙芯片以及 SOC 的对应位置，其中2个潜望，因为一个是倒置 CMOS， 一个是侧置 CMOS， 所以这俩镂空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降低镜头的突出高度，而 WiFi 蓝牙芯片和 SOC 镂空呢，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导热效率了。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也是为了让其发出的热量更加高效的导向均热板。主摄对应位置虽然没有镂空，但也贴了一小片散热膜来优化导热能力。四周包裹泡棉的导电部既能改善电磁兼容性，也能为主摄提供缓冲保护。前摄2个潜望以及主摄四周呢都设计有限位柱或者限位结构，防止镜头偏移。注意看边框顶部这条白色防水透气膜，撕压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泄压孔通向顶部的这个洞，旁边是顶阳的出声口啊。出声口内呢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拉出同轴线，翻开盖板，取出天线小板，分离盖板。盖板材质呢为金属加塑料，盖板内侧接口、马达以及底阳的对应位置呢配备压紧泡棉。底阳的规格和顶阳一样，是 AAC 瑞声科技全枪设计的1510X 规格，内部也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上下对等的1510X 在均衡性和量感方面会比上代更有优势。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入副板。副板使用0.65毫米板材，防护待遇要比主板好一点，所有接口都有胶圈保护，小元件也都做了封胶处理。Type-C 接口的薄弱位置呢，使用金属片加固。副板上集成有2颗底部麦克风、SIM 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根部有做封胶处理，内侧配备防尘防水胶圈，依旧保持5Gbps 速率的 USB 3.2正一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放大可以看到，所有角位都有镀惰性金属来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整机依旧保持4麦克风规格，是目前主流手机中的标杆级配置啊。2个底部麦克风收声孔均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不用担心防护结构损坏。2个收声孔呢都特意做成了长条形，来和 SIM 卡插孔做区分，降低误插的概率啊。取出 X 轴线型马达，马达采用发引的 X9 Pro 同款的 AAC 瑞声科技 ESA0816，实际性能呢约等于体积更大的 ESA1016，理论硬件素质在马达排行榜的这个位置。中框副板区域啊，边框上的相机键呢通过排线和副板连接，中框的开口处灌满了封胶，避免液体进入机身内部。2个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防漏音泡棉、白色防水透气膜。
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整机通过了 IP66 加 IP68 加 IP69的3重防护认证。相比上代新增了 IP66的高压水柱测试。第5步拆电池，由快拆设计，电池更换成了单电型双接口方案。这块冰川电池使用球形硅碳材料，使容量来到了7050毫安时，相比上代提高了950啊。制造商呢为东莞新能德，使用 ATL 电芯，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830瓦时每升左右，相比上代的792又有增加啊。4压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保护板采用热熔浆封装方案，加强防护性能，同时使用 CPAC 封装工艺，压缩电池保护板占比，把空间留给电芯啊。包装内附带有100瓦快充头，实测峰值功率84.2瓦，1到100充电用时45分钟。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划开粘胶分离屏幕，屏幕依旧是京东方的 LTPO OLED， 发光材料升级到了 X3， 继续保持 2K 分辨率，刷新率呢提升到了最高144赫兹。亮度方面，实测手动全屏最高接近800尼特，强光激发时突破1800%，10%窗口下来到3650尼特，最暗呢可以下探到1尼特。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揭开铜箔可以看到屏内额外添加了一片石墨散热膜，并且覆盖面积是要比上代更大的。中间的超声波指纹更换为汇顶最新一代解决方案，大幅提升了对不同规格钢化膜的适配性。驱动板上有抗干扰贴纸保护，屏幕底部使用 LIPO 封装工艺，压缩下巴宽度。触控 IC 更换为新式的 S3910V， 中框上覆盖有面积约为63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那指纹的对应位置贴有一圈泡棉，提供缓冲保护。CR 散热膜就能看到一片面积接近4900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 ，VC 尺寸对比上代大了800多平方毫米。相机件使用红色胶条加黑色封胶固定在边框的凹槽内，底部 DDIC 的对应位置贴有绝缘片和软性胶水来防止外力冲击。最后的中框总成继续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中框都是铝合金材质。好了，拆解就到这里啊，整机有5种，共26颗螺丝。那总体来看啊，在更豪华全面的影像配置基础上，其他核心硬件以及外围上都没有明显妥协，甚至还有部分升级啊，并且机身的3维和 Deco 的突出程度是比较克制的。那既要出色的综合体验，又要保证不错的握持手感，这件事儿想想就没那么简单。OPPO 在器件小型化这方面一定是下了功夫的。那这颗10倍潜望啊，就是很好的证明。那虽然影像能力绕不开物理规律，比如底大一级压损的说法依旧成立，但面对移动影像 ，OPPO 给出的思路，我个人觉得是正确的。那如果就是力大专飞，失去了便携性，那就不能叫做移动影像了啊！这也是为什么 OPPO 想要把这颗增距镜塞入手机里的原因，是很难，但也是非常正确的产品思路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